一股让九大副盟主无法抵抗的恐怖威压瞬间袭来，让得他们面色瞬间惨白无比，就连呼吸都喘不上来，甚至体内的半道神力发生了紊乱。仅仅一道盟主的威压，就让他们感受到了生与死之间的恐惧。盟主大人，饶命！饶命！盟主大人！此刻，九大副盟主只能使出全部的力量，在喉咙间勉强挤出这几个求饶的字句。我交给你们的任务没有完成，你们应该知道后果。盟主的声音很轻，但是传入他们耳朵中时，简直是如雷贯耳，震得他们的耳膜都差点裂开。盟主大人，你先听我解释。此刻，九大副盟主之首的骑士间副盟主硬着头皮，颤颤巍巍地开口道，他们的面庞格外的扭曲。解释也好，就让本座听听，你们的解释是否可以成为解救你们的理由？九大副盟主毕竟也是神奇联盟的高层人物，盟主大人也不会就因为任务没有完成，就这样将他们抹杀，所以便也是给了他们解释的机会。盟主也在这一刻将自己的恐怖威压收敛了回去，顿时九大副盟主仿佛解放了一般，一阵阵咳嗽之声从他们的喉咙间渐渐地传了出来。在九大副盟主缓解了一会儿后，骑士间副盟主便是开口解释起来。回禀盟主大人，当时我们9位副盟主以及3大神君一同前去了5大神阁之中，本来事情非常的顺利。5大神阁之主虽然靠着虚空涅槃珠以及前世神器力量的加持下，3大神君抗衡了一段时间，可是他们最终还是落败。原本一切都胜券在握，可是却发生了变革。当时5大神阁的天际上突然出现一道天光之柱，仅仅一瞬间，我们就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，被那可怕的力量瞬间击杀。要不是有轮回盘，恐怕我们早已经陨落当场。此话一出，盟主大人的眉头倒也是微微的一皱，因为能够在一瞬间击杀9位半道神，那股力量恐怕达到了非常强大的层次，至少堪比大道力量。5大神阁中可没有拥有大道力量的主神啊，难道是丹神塔那个老家伙出手了？能够想到帮助5大神阁的，恐怕之后丹神塔了。更确切的说，应该是帮助5神阁，毕竟5神阁与丹神塔的关系不一般。就在盟主大人这样想的时候，其副盟主却是摇摇头道：盟主大人，虽然丹神塔的救兵来了，但并不是那位丹神塔塔主，因为当时的丹神塔塔主也遭受到了灭神副府主的牵制，根本无法前来救援5大神阁，而且那股力量并不是神之力量，也不是魔之力量，更是另一种存在的可怕未知力量。在股未知的力量面前，我们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，就已经被抹杀了。闻言，盟主更是对其有些好奇起来，在这如今的大咒中，难道还有他不知道的主神存在？但是想一想，这并不太可能，因为自从天古浩劫之后，存活下来的主神几乎是微乎其微，大部分都已经随着浩劫的落幕而纷纷陨落，所以如今的大咒中，除了他所知晓了那几位主神存在外，根本没有其他主神的存在。至于神渊宫那位来自第2等级世界飞升上来的元尊，应该也不会插足5大神阁之事。排除了这些主神之后，盟主倒是想起他们所说的这股力量并不是神之力量，既然不是神之力量，也不是魔之力量，那难道是他们吗？盟主的脑海中闪过那曾经都令他无比忌惮的那道庞大神秘的势力，因为那道势力所拥有的就不是神之力量。如果真的是那道庞大神秘的势力插手他们神奇联盟的事情，那么恐怕就会出现一些变数了。不过仔细想来，那庞大的神秘势力应该不会插手诸神万界的事情，看来是时候去一趟天都之上，将这事情告知那位神明，一起商议了。在脑海中分析了这件事情之后，盟主大人也没有在9大副盟主的身上继续追问下去。好了，此事本座已经知晓，既然5大神阁的事情有人插手，那么就暂时放一放。不过如今的天域已经是残破不堪，如果还不恢复过来，那么那个大计划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进度。你们随我一起过去，我便用我的造化之法将天域彻底的恢复过来。加入我的规则造化后，比起之前的天域将会更加的完整。盟主的话音一落，便是化为了一道规则，融入到了这片天地之中。而9大副盟主见状，也是在第一时间立马跟了上去，不敢有一丝的慢动作。如今盟主出关的消息也是在第一时间传遍在神奇联盟的每一处角落，更是让神奇联盟都彻底的沸腾起来，更是一些成员有了绝对的自信，出去面对一些超神势力以及超神巅峰势力的一些神奇强者，都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，蔑视群雄。当然也传到了整个诸神万界之中，甚至当他们听到了那位盟主实力已经突破大道极限登临造化时，更是让无数势力的神奇强者纷纷感到难以置信。就算是超神巅峰势力之主都感到了对神奇联盟的一丝忌惮。要知道登临造化意味着什么？如今的诸神万界之中存在的造化主神几乎为零，先不要说造化，就连大道主神都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。而现在
神奇联盟的那位神龙不见尾的盟主出关，便是让整个诸神万界都抖上一抖，登临造化，便是拥有了大道之上的恐怖存在，而且造化神力更是远超大道神力。接下来的万界神州之巅，怕是会迎来有史以来巨大的改变了原本平衡万界的力量。也在神奇联盟盟主出关登临造化的那一刻，发生了天平失衡。一旦这个天平失衡出现后，那么诸神万界这长久以来的制衡也就会被彻底的打破，所有万物神灵都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牵连，他们更没有选择，只能默默的接受这一切的改变造化时代来临。